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大疆曾经出过一个叫做 Phantom X 的一个无人机宣传片，表达了他们企业对未来无人机的想象。当时有个画面，就你只要手一扔，就可以把它扔出去，然后不需要遥控器就可以控制这台设备。然后这个设备就出现了，反而是大疆目前卖的最便宜的无人机最先有这个功能，这叫做大疆 Neo。它没有大疆最好的画质，它没有大疆最好的做工，但这确实是我最近玩过我觉得最好玩的一台设备。它不需要遥控器，你只要这样，3、2、1，只要这样，它就能回来。优雅，太优雅。外观上面，大疆Neo现在有了全包的保护罩，基本上你只要不作死，说真的，它不可能对你造成什么威胁。但是我仍然要提一点，它顶上这个桨保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不能随意把它拆掉，不然很有可能顶上的螺旋桨会卷进东西。它并没有什么顶上的避障，所以很有可能这样会导致炸机。那它本身是一个巴掌大小的无人机，没有任何折叠的空间，但是体积上说真的不算大，随便往包里塞就可以。135克的重量。大概等于一台 iPhone 12 mini 的重量，非常的无感。它也是不需要考证，几乎在全球任何地方应该都可以获得正常起飞的权限。但是缩减重量和体积的代价，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是这个 Neo 的抗风性能。它的抗风性能是大疆有史以来最差的一架无人机，只有4级。但是这个和体积本身也有关系，并不是做的不好。那你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在高原上飞行它，然后在一些风大的场景之内，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你手把它抬起来之后，它就随着风一起走。这个和风筝是有点像的，这你需要注意。那作为一个参考，大哥 Inspire 3是7级的抗风，二哥 Mavic 3和 Air 是6级，三哥 Mini 4P 和 Avatar 2也有5级。所以由于它这个抗风性能受限，它的最大飞行高度目前只有120米，但其实比我想的已经要高不少了。这么小个玩意飞120米，那飞行动力之上，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，这个 Neo 飞行的很慢，最快的 S 档之下只有8米每秒。在连接这个穿越机遥控器并且使用 M 档的时候，它的速度会最快，和 Mini 4 Pro 持平，大概是16米每秒。不过它的上升和下降速度，你会明显感觉要低于大疆这个 Mini 4 Pro， 这造成的影响就是做一些俯冲的时候，它的沉浸感会要明显弱一些。整机的 I/O 接口其实看下来，Neo真的只有一个 Type C 口，甚至连 Micro SD 卡槽都没有。大疆因为要做轻量化，所以说它直接给了你22GB 的机身内部存储，不能够使用外部存储。这应该是目前除了 Mavic 3 Cine 以外最大的这个机身内存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不知道能不能在别的大疆无人机上也普及一下，只不过这个设计唯一的缺点就是，如果你录制时间特别长的话，那确实有可能录满，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。Neo 的话是1/2英寸传感器，13毫米 f2.8 的镜头模组，最高可以拍摄 4K 30帧，还有 1080p 60帧的录制规格，但它没有别的色彩模式，只有一个直出色彩，所以说没有什么调色空间。但是你买这个设备大概率也不会用它来调色。我不是很确定，但是我感觉大概率这个大疆 Neo 用的这个传感器和 Mavic 3 Pro 上的超长焦镜头应该是同一款。那相比于之前这个 Tello， 大疆出过一个很便宜的无人机，那玩意儿真的不咋样，那个云台方案。这次 Neo 采用的是这样的单轴云台，支持你上下的俯仰防抖，然后它的视听语言相对来说可以丰富不少。云台本身也带了减震系统，然后再使用它的电子防抖配合在一起，拍出来的画面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稳定的。你使用它的 App 和这个 RC 遥控器的时候，它会默认开启这个地平线矫正的增稳模式，也就是说，当你的无人机是这样还有这样的时候，你拍到的画面始终是水平的。
这样观感上确实会好不少。但是这个增稳不是没有代价的，在不同的增稳模式，还有使用不同的遥控器的时候，这个 Neo 的传感器会被裁切掉大概30%到40%的画面，这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它的画质会骤降。至于是什么水平，我可以举个例子，大概相当于一台几年前的 iPhone X 这种感觉，就没有这么锐。所以一旦你用的显示器大于手机屏幕，你再来看这种画面，那画质就会崩掉。收音其实是我没有想到我会在一台无人机里面 Q 的这个功能，但是我们之前提过，如果无人机能够收音应该很不错。Neo 它现在真的第一台做到了，现在你只要用无人机，它先连接你的手机，你的手机就可以作为一个麦克风来收音。当然你可以再用手机用蓝牙连接一个大疆的 DJI Mac 2来收你的声音。这样可以做到什么？就是当你把这个 Neo 起飞之后，让它飞远一点，它无人机的噪音变小了，你就可以录制一条跟着你拍你说话的 vlog 视频，不需要别的摄影师。然后同时你可以在手机 app 里面自动消除讲页的声音，这个体验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。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DJI Mac 2的声音，飞机现在离我越来越远，你可以听听看内陆和降噪之后的区别到底有多大，以及飞机远近对我声音造成的影响。那讲了这么多这些基础的画质还有这些配置，我觉得我必须要来讲一讲 Neo 这最神奇的一点，就是它极其优秀的操控逻辑，它的独特的趣味性。论这个飞行控制方式的话，大疆其实这一次反而在 Neo 上把能给的玩法都给你。你想要沉浸式飞行的话，你可以搭配大疆的穿越遥感3还有飞行眼镜3来使用。会有一种就是你是黑神话悟空里面那个化身金蝉的悟空，我最近就很喜欢在公司里面穿来穿去，来看看谁在摸鱼什么的，因为它不会吓到别人，这特别重要。那你想要体验穿越机，它支持 FPV 遥控器3，你可以用它体验到 M 档来实现简单的花飞，做一些动作什么的也是可以做的。如果你忘带了遥控器，别的无人机都没法起飞，不要紧，它可以用手机 app 来控制它起飞，只不过因为是 WiFi 链接，所以传输距离只有30米左右，不是特别可靠。我也是第一次用手机去操控一个无人机，会有一种玩模拟器的感觉，又不一样，但是手感还是非常跟手的，我觉得有点像王者荣耀里面玩一个英雄的感觉，有点像这样，做刷锅的操作也不会卡顿。那唯一缺点就是因为是 WiFi， 所以手机显示的信息会非常少，高度、距离这些在手机上都是没法看到的。那你想要传统的无人机飞行，大疆说我也给你，你可以用遥控器来操控。如果你手头有这个 RC2 的那些传统的无人机遥控器，也可以控制。在这个使用模式之下，你可以画框跟随，但是目前能够跟随的主体只有人。然后除了这些功能，就是最后的这个手掌起飞功能，你可以完全脱离遥控器来进行飞行。这个功能真的比我想象的要好玩的多的太多。我有很多不喜欢玩无人机的朋友试了这个功能以后，他们表示他们真的很想买一台，因为这本质上解决了一个很核心的点，我为什么还要再带一个自拍杆，对吧？它其实去掉了你过去出行的时候可能会带的一个东西，这是我觉得你有最大的一个功能。但是我必须要 cue 一下，它虽然会给你一种主人的感觉，走到哪跟哪，其实跟随的非常的牢靠，很靠谱。但是有几个场景很危险。第一是你坐着的时候让它开启跟随，我不确定为什么Neo现在它会自动开始一个下降模式，很容易撞到东西，可能是识别有些问题。然后第二点就是它本身是没有什么避障的，只有下部这里会有一个下式避障，所以这样导致的一个问题就是，如果说你让它悬停，它确实可以悬停的非常精准，但是如果你让它跟着你到处跑，有一两棵树，那它有很大的概率就那就掉在地上。因为它的大多数功能都是智能跟随，所以这个场景还是有一定概率出现的。我个人认为目前最靠谱、最不容易翻车的还是人物跟随，还有标准跟随。如果是环绕还有拉远那些镜头，请你一定要确定它能够飞远，没有障碍物，你的赛博宠物再进行起飞，这样会可靠不少。续航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讲一下的，就是 Neo 的续航其实我觉得比我想的要好很多，因为它电池真的小的可怜，1435毫安时的电池，最长的续航是18分钟。那虽然相比别的消费级无人机不是很长，但是因为它起飞快，然后这个各方面体验很棒，所以你实际体感上面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那作为对比，大疆之前出的那个 Tello 只有8分钟左右的这个续航。如果说你买的是这个 Neo 的畅飞套装，那它现在也有个充电管家，支持你用 PD 快充，还有3款电池并充，可以做一个充电宝来反充你的手机。这些过去那些专业的无人机有的功能，它也全部都有。价格
NIO 目前单机身是1299元，如果是畅飞套装的话，要再加1000块钱，2299元。我个人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挺猛的。大疆现在可以感到明显是在革自己的命了，就是他们希望能让无人机覆盖到更大的人群，而不是继续在存量用户里面打架。当然，另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到他们想的地方，他们支持了这么多遥控器的控制方案，就是想让已经买了这些什么雾3什么这些副歌，再来氪2000多块钱给他们交笔费用，获得一个小小的备机用来玩一玩。所以你有这个无人机的定位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有趣，让你真的享受飞行的乐趣。我其实觉得不是大疆的 FPV 那个还是太贵了，这个价格有这个奖宝，不是这么容易坏，能够掉一下还是拿起来继续飞，这才叫飞行的快乐。它有很高的容错率。然后它有竞品吗？它有，其实像类似于哈弗这样的无人机都有，然后各自有些不一样的功能，哈弗的参数会好一些，大疆可能智能化还有各方面整体一体化会好一些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会选择哪些。总的来说，它就是一只飞在天上赛博小宠物，能拍 4K， 能当无人机，能当穿越机，能当自拍杆，能帮什么玩意都行。你会想买吗？家庭聚会里应该不会让你显得很奇怪，能给他人带来一些惊喜。